小马克思一边邀请美军，一边访华寻求经济帮助。菲律宾正在试图走平衡路线。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杜特尔特时代，菲律宾的对华政策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老杜曾经5次访问中国，并发誓永远不会涉足美国。但是在小马克思上台之后呢，菲律宾似乎要在中美之间走平衡路线，其主要内阁成员和一个商业代表团率先访问了美国，并强调了马尼拉与华盛顿接触的重要性。菲律宾随后又与美国签订了几个军事基地的合作协议，甚至有可能出租最为敏感的苏比克湾。与此同时，菲律宾又想从中国获得经济上的帮助。有报道说，小马克思计划近日访华。美国在菲律宾输出的是安全战略，也就是炒作中国军事威胁，强调美国驻军的重要性。而美军在菲律宾的存在，又增加了中美军舰、飞机擦枪走火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帮助美军提升武力干涉台海的能力。当然，菲律宾与中国最直接的冲突，仍然是南海主权争端。美国与菲律宾加强安全合作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要菲律宾成为遏制中国的桥头堡。那么，有美国这个破坏因素，中国与菲律宾还有希望深化合作吗？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经强调，中菲关系可能远远超过领土冲突，海上合作应该是处理海洋事务的主要方式。所以，中国方面一直保持着与菲律宾进一步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并实实在在地推动中菲经济合作项目。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小马克思目前的处境，看看菲律宾政府对中菲关系有何期待。近日，小马克思表示，中国是菲律宾最强大的伙伴、近邻和好朋友，敦促菲律宾和其他东盟成员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并实现工业转型。而深层次的原因是，小马克思需要充分应对国内的挑战，加强公众对其政府和他本人的信任，也就是发展经济才是其核心任务。菲律宾新政府公布的政策议程显示，他们将以改善公共卫生、财政管理和振兴农业列为优先事项。马尼拉发展经济需要资金和技术，因此一直在寻求与中国就一个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融资项目重新进行接触，目标是改善该国的基础设施。尽管有各种阻力，但中国和菲律宾已经就旗舰项目开展了技术方面的协商。目前对中菲关系发展破坏最大的不只是美国，还有菲律宾国内的亲美派。在西方舆论的影响和煽动下，目前有89%的菲律宾人要求小马克思政府必须维护领土主权。小马克思与拜登在白宫举行的会晤中，南海问题被列为首要议题。很显然，中菲关系改善的钥匙掌握在菲律宾政府手上，需要小马克思政府在应对国内挑战和平衡大国关系方面走好每一步。菲律宾如果真按小马克思的说法，要以脱离政府间讨论的方式推动南海油气田开发项目，也就是要独立开采南海油气田，那么中菲之间的战略互信就有可能被颠覆、被破坏，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对于小马克思来说，向美国示好，在媒体和国内民众面前放狠话是一回事，与中国如何打交道又是一回事。中国无法干涉菲律宾与美国发展军事关系，但也不会在涉及主权利益的问题上让步。想让中国帮助其发展经济，小马克思政府应该抓住机会窗口，释放更多的善意和诚意，并采取有利于双方加强政治沟通和经济交流的政策与措施，中菲关系才能走上和谐发展、合作共赢之路。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